变态凶手每杀一个女人之前，都会事先在荒山上挖个大坑，将女人侵犯后扔进深坑，将其活埋。本以为这娴熟的作案手法不会发生意外，哪知当他这次打开后备箱时，直接被当头一击。趁着凶手疏忽女人拔腿，就拼命逃跑，丝毫顾不上脚上根本没穿鞋，可身背20条人命的凶手，岂会让他轻易逃跑？经过981次的摔倒后，女人终于看到了希望。她飞快地越过小区围栏，眼看着希望近在咫尺，却被凶手追了上去。男人拿着锤头狠狠地砸向女人的脑袋。与此同时，楼下传来了女人的叫声。等他起身去阳台查看时，就看到了女孩被杀的全过程。老韩当即拿出手机就打算报警，可就在这时，屋内灯光突然亮起，瞬间吓得老韩将手机摔在了地上。老韩飞奔过去将灯光熄灭，可这片刻的亮光也让凶手察觉。等老韩再次偷摸来到阳台，刚一探出头，就跟凶手来了个四目相对。随后他挪到花盆后面，接着又通过缝隙再次往下看去，竟看到凶手在数楼层，接着就朝大楼走来。这可吓坏了老韩，抄起墙上的球棍就守在了门口，已经做好了跟凶手硬刚的准备。可他在门口守了1个多小时，始终没有听到门外有任何动静。当他小心翼翼地开门查看时，发现走廊空荡荡的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就在他终于放下心准备去睡觉时，外面竟突然伸出一只手。原来老韩压根没敢开门，只是做了一场噩梦。醒来的老韩重重松了一口气，为了家人的安全，老韩决定将此埋在心底，装作什么都没看到。老韩不知道的是，女人当时并没死透，凶手躲在暗处，一直等待目击者下来救人。哪知他等到了凌晨4点，依旧没有见到目击者下来救人，于是狠狠补了几锤。次日一早，警方接到报案就封锁现场。老韩上班时看到后，忐忑不安地朝自家望去，反复确认凶手昨晚是否看到了自己。殊不知此时早有人偷偷拍下了他的照片。从这以后，老韩整日惶惶不安。在连续2天接到陌生电话，又发现自己家的狗消失不见后，他彻底慌了神，连忙跟妻子一起下楼寻找。殊不知此时的凶手正在暗中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将其灭口。另一边，警方通过不断走访调查，得知案发当晚凌晨2点左右听到过求救声。可就当警方还想再问些什么时，女孩妈妈及时赶到，打断了2人的谈话。 학원 안 가? 아예 어머니 저 이번에 살인사건 때문에 몰라요 그런 거. 居民冷漠的态度，警员们已经习以为常。因为害怕遭到报复，人们都默契地选择沉默自保。随后，警方调查监控，发现案发当晚凌晨2点左右，曾有3人乘坐过电梯，分别是老韩和住在6楼的长发女，还有一个是经常偷报纸的傻子。根据这一线索，警员找到了2人家里，可2人都不在家。与此同时，老韩下班回家，却在车站看到了自己家的寻狗启事，上面还有自己详细的联系方式。老韩慌张地将广告全部撕掉，但是很快他就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。就在老韩差点发生车祸时，张警官及时出现，打乱了凶手的计划。 그날 새벽 2시에 귀가하셨다고 그러시던데 혹시 뭐 보신 게 있나 싶어서. 看到远处盯着自己的凶手，惊恐的老韩声称自己喝醉了酒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而刑警从老韩心神不宁的表情就能判断出他在撒谎，接着就拿出手机让老韩辨认嫌疑人。就当老韩凑上去查看时，警局那边打来电话，说照片上的嫌疑人找到了。当晚，警员带人将嫌疑人堵在了地下车库。男人正是受害者的前男友，他一直干着不正当行业。女孩曾多次劝他无果后提出了分手。遇害当晚，女孩曾报警说前男友一直跟踪她，因此警方怀疑是他杀害了女孩。嫌疑人受伤躲进楼道，这时他却接到了受害人的电话。他拿出一看，正是遇害的前女友打来的。 이거 희원이 전화인데. 여보세요. 누구야 너? 여보세요. 여보세요. 然而就是这通电话让他暴露了自己的位置。等他意识到情况不对时，凶手早已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一锤下去打晕了他。